原来人真的能被钱砸死。我叫陈浩，一个刚死于非命又重生回2000年的商业老油条。陈浩，你聋了？小雅生日你就拿这破烂糊弄？脑子针扎似的疼，我不是被钱砸死了吗？可耳边这尖酸刻薄的叫声怎么这么真实？赵倩，我前女友林小雅的好闺蜜，主业搅屎棍，旁边那个就是让我当了7年舔狗的极品前任林小雅。老天爷真看得起我，还要我再看一遍这俩绿茶的表演。瞬间，赵倩炸毛了。行了，别嚎了，拿来。什么？化妆品啊，你不是嫌他拿不出手吗？赵倩下意识把礼盒递给我，大概以为我要去换个更贵的。天真。既然嫌差，那就别要了。正好省了。林小雅那副委屈的表情瞬间僵在脸上。陈浩，你什么意思？就是不想让你受委屈，这破烂玩意儿配不上你，我拿走，省得碍你的眼。说完，我转身就走，干脆利落。身后传来赵倩气急败坏的尖叫：“陈浩，你个王八蛋！你信不信小雅说雅现在就跟你分手？”我头也不回的走了，脸上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分啊，谁不分谁孙子。另外送你们一个字儿，滚！这辈子我不当舔狗，我要当那个手握资本镰刀的男人。而第一桶金我已经知道在哪儿。刚走出没多远，天降大雨，冰冷的雨水浇在脸上，非但不冷，反而爽透了。陈浩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真他妈疼！不是做梦，真的回来了，回到了2000年这个草莽并起、遍地黄金的疯狂年代。我操，浩哥，你这是去龙王庙求雨了？陈浩推开宿舍门，一股汗味、烟味和泡面味的混合气息扑面而来，真他妈亲切，这才是青春的味道。送你了，拿去哄你小青梅。这胖子叫王强，京城土著。上辈子陈浩落魄时，只有他二话不说借陈浩钱，这份情陈浩记了2辈子。瞬间，宿舍里的键盘鼠标声戛然而止，3个舍友齐刷刷的转过头，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陈浩。分了，浩哥，今儿不是愚人节啊？他嫌这玩意儿廉价，老子不伺候了。陈浩需要静静，因为一段上辈子的记忆像电影一样在陈浩脑海里浮现。蓝四环锦绣双园，一栋别墅的墙里藏着几千万现金和金条，而现在藏钱的大人物刚出世，他的情妇正急着低价跑路。这他妈是通往首富之路的入场券！王强，快借我500块！王强连问都没问，直接掏钱。这份信任比黄金还贵。陈浩捏紧了钱，这500块就是陈浩跳动地球的第一个支点。我要赚钱。南四环锦绣庄园，陈浩的金矿，陈浩来了。想进高档别墅区，陈浩这身穷学生打扮肯定不行。第一步，包装。陈浩直奔京城著名的假货集息地大柳树市场。80块的双 G 夹克，50块的皮尔卡丹皮鞋，再加一个非主流的美式情丝发型，一套下来土中带潮，一个暴发户的形象，齐活了。再次回到锦绣双园门口，陈浩推开了安家职业的玻璃门，中年女人李娟眼睛瞬间亮了，她把陈浩当成了最好忽悠的败家仔，这省开场不差钱。这几个关键词一出，李娟看陈浩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行走的提款机。有别墅吗？钱不是问题，别他叛烂货恶心我。哎呦，原来是陈少，走，我手里正好有几套好货，保证您满意。装修太土，跟 KTV 似的，就这。李娟先带陈浩看了2套房，但陈浩不是来买房的，陈浩是来演戏的。陈浩一连串的挑剔，把他的耐心都快耗光了。看他急了，陈浩才假装失望的准备走人，果然他一把拉住手留步，鱼儿亲。还有一套，绝对清静，保证符合您的要求。早拿出来不就完了吗？带路。李娟领着陈浩走到了小区最角落，一栋略显荒凉的独栋别墅前。2楼那个熟悉的半圆形露台就是这里。我去，这什么味儿啊？养蘑菇呢？陈浩背着手像模像样的挑着刺，最后终于来到了地下室。陈浩的心跳开始加速。房子买，陈浩一边骂一边不动声色的用眼角余光观察着每一寸墙壁。回到1楼，陈浩开始最后的攻心计。陈浩起身就走，毫不拖泥带水。李娟果然再次拉住了陈浩，一番拉扯，价格定在70万，但陈浩还有最后一招。我得先试住3天。试住哪有买房试住的呀？不行就算了。别，行，就3天，3天后您要是满意，咱们再签合同。钥匙到手，今晚陈浩就要开启他的宝藏。买好被褥、手电筒，还有藏在被子里的作案工具——大锤和钢锯。陈浩再次回到了别墅。陈浩来到地下室，举起锤柄，一寸一寸的敲击墙面，寻找空心墙。最后，陈浩的目标锁定在那个破旧的酒架后面。找到了。陈浩举起锤柄，对着墙面轻轻一敲，空洞的回响。操，找到了！窗外雷声大作，简直是老天爷送来的隔音墙。陈浩不再犹豫，抡圆了胳膊，用尽全力砸了下去。终于，哗啦一声，墙壁被砸开一个洞。陈浩扔下锤子，用手电筒往里一照。陈浩用钢锯划开袋子，露出了里面用报纸和保鲜膜包裹的像砖块一样的东西，用锯条尖端轻轻一挑，那是90版100元大钞的颜色。成了，真他妈成了！陈浩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在昏暗的手电筒灯光下，他无声的狂笑，肩膀剧烈的抖动着。笑着笑着，他的眼眶发热，眼泪不受控制的流了下来。陈浩没有贪心，只从墙洞里掏出了100万现金，这足够陈浩买下这栋房子了。枕着100万睡觉，虽然硌得慌，但这绝对是世界上最舒服的枕头。第2天，陈浩先去银行要了一大把崭新的扎钞纸，回到别墅开始进行物理意义上的洗钱。陈浩把连号的新钞打散，故意弄旧，再用银行的扎钞纸重新捆成70捆。做戏要做全套。第3天，陈浩慢悠悠晃进中介公司，直接拍板。下午，房主来了，一个神色憔悴的漂亮女人，果然急着跑路。你就是买家，钱带了吗？带了。陈浩把装满70万现金的运动包拎上桌，拉开拉链，签完合同，办完交接。从这一刻起，这栋别墅连同地下室里那几千万的宝藏，都名正言顺的属于陈浩了。陈浩反手重重关上大门，直奔地下室。这一次再无顾忌。陈浩钻进墙洞，手电筒的光芒所及，里面的景象让陈浩心跳收畅。红蓝白3色的编织袋整整齐齐的码放着，堆得有半人高。陈浩倒吸一口凉气，如果每个袋子都是300万，这就是6000万起步的现金，爽是爽了，但麻烦也来了，怎么保住这些钱，又怎么把它们变成可以解释的合法财产？在这个年代，没有背景的富人就是行走在狼群里的肥羊。陈浩重活一世，可不是为了当一条被圈养的咸鱼，
陈浩必须给自己扯一张虎皮，一张大到能让所有人不敢深究他财富来源的虎皮。一个名字在陈浩脑海里浮现：孙凯。孙凯前世认识的一个3代朋友，爷爷是钟顾伟的孙老，孙家人丁兴旺，关系复杂，外人根本搞不清。而现在孙凯本人还在国外，完美。从今天起，我就是孙老的远房外孙陈公子。两身青年装，80杆毛提，深来青涩。陈浩打车行奔奔门，走进一家专为领导们做衣服的洪都制衣。老师傅一听，看陈浩的眼神立马变了，透着一股原来是自己人的客气。接着是大扎浪的外联生鞋店和潘家园。2天后，陈浩取回了定制的衣服，回到别墅，站在穿衣镜前，陈浩开始彻底的变身，有点意思。陈浩开始模仿记忆中孙凯的神态和语气，眼神放空，嘴角微撇，语速放慢，从一个眼神到一个手势，逐渐从陈浩变成了那个高深莫测的陈公子。包装已经完成，但这张牌该如何打出去呢？一个前世听来的故事给了陈浩灵感。不韦大院还有什么地方比那里更适合作为新身份的登场舞台？您说的是王启明处长吧？他这个点儿一般在2楼3餐厅吃饭呢。行，谢了。2楼餐厅，陈浩一眼就锁定了那个官威十足的胖子王启明。您是？陈浩没给他反应时间，直接拉开他对面的椅子坐了下来。陈浩没说话，4条丝里的从公文里摸出一盒没有任何图案的白壳香烟，抽出一根，递到他面前，看着他的反应，陈浩才不紧不慢的开口，每个字都像颗钉子钉进他的心里。这烟你认识？我叫陈浩，我姥爷姓孙。哎呦，陈老弟，一见如故，走。陈浩没说具体是谁，但在京城这块地界，话说一半比说全了更具威力。王启明的脑头上瞬间渗出细汗。进了包间，王启明又是倒茶又是递烟，殷勤备至。陈浩说明来意，想租个办公室注册公司。来得匆忙，一点小意思，王哥别嫌弃。时机到了。哎呦，老弟，你这就见外了。走，楼里正好还有几间空房，哥哥带你去挑，保证给你找个最好的。王启明嘴上埋怨着，手却很诚实，把东西收了起来。这笔账他算得清清楚楚，搞定。第一步棋稳稳落下。王启明带陈浩来到大院西北角的一栋小红楼，陈浩故意挑3拣4，就这间了，风水不错，旺我。自家兄弟2万押1付1，直到他打开了走廊中间的一个大套间，这价格简直是白送。但陈浩还得把戏演足，露出一丝为难的表情。王哥，我现在公司还没注册，这合同多大点事儿？我给你开收据和地址证明，你拿着去办执照。得嘞，多谢王哥。事情谈妥，陈浩立刻打车直奔工商局。门口一个代办中介看陈浩这身行头，立马迎了上。老板办业务啊，我有路子，3天就能下证。注册加急，京都炎黄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你只管跑腿，多少钱？1500，保证1周内弄齐活。陈浩直接抽出2000块，多出的500是让他把油门踩到底的燃料。您放心，我这就去给您核名，保证3天之内给您办好。第2天一早，陈浩拎着装满现金的公文包再次来到电子信息部，有人好办事。王启明带着陈浩交钱、开收据，一气呵成。小张，给这位陈老板开一份场地使用证明，盖机关服务中心的章。很快，一份盖着机关服务中心大红章的文件就交到了陈浩的手上。陈浩立刻把文件交给了代办老刘。部委大院里的办公室到手，公司也即将成立。有了这块金字招牌，接下来陈浩要讲的故事才有人信。陈浩的时代正式开始。搞定公司的事，陈浩换回学生装扮回了学校，一推他门，王强那张胖脸就凑了上来。浩哥，你可算回来了！赵倩那张破嘴，天天在楼下说你是个渣男，说你被小雅甩了之后破罐子破摔。陈浩把书包随手一扔，嗤笑一声。他现在眼界早就不在这些情爱上。渣男总比舔狗好。刚下课，陈浩就被堵在了教室门口，又是那2个熟悉的组合，一渣男还在演他们那套双簧。陈浩只觉得莫名其妙，又是这2个女人，还在演他们那套双簧，真让人莫名其妙。我就是个穷鬼，配不上你，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赶紧去找你的张主席吧。说完，陈浩侧身绕过2人，径直走了出去。身后传来林小雅煞白的脸色和周围同学恍然大悟的议论声。陈浩那些现金不能一直放在地下室发霉，必须找个生意，把钱洗成合规的资产。在这个年代，还有什么比网吧更暴利、更合适的选择？陈浩推开一家网吧的门，乌烟瘴气，设备拉垮，但上座率却恐怖的吓人。陈浩要做无情雷吞利，但这生意也是块烫手山芋。开网吧的没点手腕根本镇不住场子，而且几乎都是租的铺面。几年后是以闲价茶饮、利润休闲于一体的大型连锁网咖帝国。无论是为了出行方便，还是为了下一步的计划，一辆车都是必不可少的道具。陈浩直接打车去了亚顺村汽车交易市场。4个圆环，在2000年，这就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一个年轻销售不情不愿地走来，这款2.8的有现车吗？没现车，订单排到3个月后。我等不了，可以加价。加价2个字，让销售的眼睛里终于有了神采。他把陈浩引荐给了经理。加5万，3天后我给您调一台过来。可以，不过我还有2个事儿需要你帮忙。第2个事儿，我想要块京 A8的牌照，钱不是问题。小兄弟，你这可真是难为我了。京 A8那都是给顶级部门预留的号段，真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儿。经理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他搞不定，就说明这块牌照的价值比陈浩想象中高。行，不难为你，这是定金，车和驾照3天后我来拿。师傅，改地方，去电子信息部大院。出了奥迪展厅，陈浩脑子里飞速运转，京 A8的牌照。看来这件事儿还得去找老王。陈浩没有直接去办公室，而是在招待所大堂守株待兔。5点一过，王启明夹着公文包，迈着4方步晃了出来。王哥，路过这儿，想着请哥哥吃个便饭，东来祥涮羊肉怎么样？行啊，就去总店那儿的肉地道。我这人吧，天生就不是混体质的料。我姥爷以前在文化店干过，那老头子是打倔打开。
二锅下肚即毁平抛出玉碗，这几个关键词一出，王启明继夹菜的手微微一顿，他心里有了底。对了，王哥，我订了辆 A6，想搞个京 A8的牌照省心，可我姥爷不肯帮忙。酒过三巡，陈浩终于图穷展现。王启明秒懂，他沉吟片刻，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老弟，这事儿倒也不是完全没辙。我们服务中心名下有辆报废的老桑塔纳，挂的就是一块京 A83开头的牌子。王哥，您的意思是，我让你把那破车买下来，然后办个报废更新，把牌照保留，过户到你新车上。高，实在是高，这老油条钻空子的本事一流。王哥，这里是2万，您拿去打点。放心，不出3天准给你办妥。搞定车牌，陈浩又通过王启明约了保卫处的副酋长李卫国，这是个部队转业的汉子，性格豪爽，正愁手下退伍的兵没出路。我手下那几个尖子兵退伍回来，要么看场子，要么打零工，憋屈啊。陈浩听到这里，心里一动，这正是我需要的人。李哥，我公司刚开，正缺2个靠得住、嘴巴严的人，你推荐的兄弟，我绝对不会亏待。这话当真？试用期3000，转正5000。5000，这个数字让李卫国和王启明都愣住了。在2000年，这可是妥妥的高薪。看到他们这样，我突然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在这冰冷的城市里，能有这样一群兄弟，值了。但我也清楚，这只是开始。陈老弟，别的我不说了，这份情我记下了，这杯我干了。搞定安保，陈浩的商业帝国终于有了最锋利的獠牙。第二天一早，陈浩在大院草场见到了李卫国带来的2个人，一个精壮如豹，一个高大憨厚，这就是陈浩未来的左膀右臂。玩匕首留下的，没个5年以上的侦察兵底子磨不出来。陈浩看到赵刚手上虎口处的老茧，随口一句，瞬间击溃了他们的心理防茧。赵刚猛地抬起头，眼神里全是震惊。老板懂行，院里有长辈提过，一句话既拉近了距离，也拔高了身份。陈浩确认了5000的月薪，又听说赵刚母亲重病，当即加码。公司规定，员工家里有急事可以预支半年工资。赵刚猛地抬起头，眼眶瞬间红了，他没说话，直接单膝跪壁，是为知己者死。陈浩知道，从这一刻起，他的命就是陈浩的了。我不买命，我只要你们把事儿办好。陈老弟，这可是真家伙，往挡风玻璃上一放，好使。钱给够，尊重给足，接着就是给陈浩的猛将升级装备。陈浩让王军把车开到后院的汽修厂，装上隐蔽的爆闪和喊话器，一辆外表普通、内藏前勤的黑色奥迪 A6正式就位。回到学校，刚下课，那2个苍蝇又围了上来，炫耀着林小雅新买的爱琳上手机，只是骂坏。周围同学的目光都聚焦过来，充满了戏谑。陈浩正准备走，就在这时，跳死人了！我先走了。诺基亚8850 2000年的机皇，身份的象征。喂，刚子，半个小时后你让大军到东门接我。对付这种拜金女，讲道理是没用的，用他们最看重的东西碾压他们，才是最狠的打脸。陈浩没心思管那2个女人的想法，直接去了辅导员梁博的办公室。他一见陈浩就把笔往桌上一摔。哟，陈大忙人还知道回来，我还以为你退学了呢。陈浩没接这句嘲讽，快步走到桌前，微微欠身，一脸愧疚。梁老师，对不起，家里困难，在外面找了个兼职。兼职？你去端盘子能挣几个钱？纯粹是浪费生命。对付这种刚掌权的年轻人，姿态要做足。不是端盘子，我在一家刚起步的互联网公司做技术支持。互联网公司？作为计算机系的研究生，他对这几个字很敏感。陈浩看着他的表情，知道鱼儿快上钩了。但规矩就是规矩，下不为例。规矩就是规矩，谢谢梁老师。陈浩没有走，脸上露出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开始他真正的表演。陈浩挠挠头，一副虚心求教的样子。是有个事儿想请教您，我老板最近想外包一个网吧管理系统。网吧管理系统？梁工的笔尖一顿，注意力完全被吸引过来。对，计费锁屏会员充值那一套，老板要的急，所以开价挺高。陈浩盯着他的眼睛，抛出了最后的杀手锏，1万块，这对于一个月津贴才500的穷研究生来说是无法拒绝的巨款。啪嗒一声，梁博手里的笔掉在了桌上。1万块就做个管理系统？对，但我水平不行，想问问您认不认识什么师兄朋友愿意接这个私活？陈浩没说让他做，而是让他介绍人，这样既保全了他的面子，又把选择权交给了他。这套路拿捏得死死的。改革嘛，就是要打破条条框框。陈浩利用梁博的关系，迅速搞定了公司网站和基础软件，但要想开网吧，场地是最大的问题。陈浩直接找到了之前有过一面之缘的任荣发副区长。小陈，你看中了哪家企业的场地？可以直接说。任区长一锤定音，转头看向陈浩，脸上又恢复了和煦的笑容。陈浩等的就是这句话。任区长，我看中了学清路上的丽华无线电仪器厂，那栋独立的4层科研楼。第二天，国资局赵局长亲自开车带陈浩来到丽华厂。赵局长、陈总，你们来了。厂长亲自在楼下迎接，全程点头哈腰。进了办公室，陈浩直接开门见山。厂长，不绕弯子了，那栋楼我出200万买断产权。200万，200万，这个数字让厂长和赵局长都倒吸一口凉气。陈总，您说的是真的？200万？要知道，这楼的官方评估价最多也就120万。但这笔钱，我要求一部分用来给下岗人工发放补偿金。陈浩这话一出，赵局长的眼睛瞬间亮了。陈浩这哪是买楼？陈浩这是在给区里送政绩啊！既盘活了不良资产，又解决了维稳难题。陈总，您真是我们厂的大恩人啊！厂长眼眶一红，声音都哽咽了。
合同签得异常顺利。从这一刻起，这栋2000多平米的大楼，连同他脚下的土地，正式归陈浩所有。陈浩的网吧帝国有了第一块根据地。浩哥，你看，强制锁屏和主页锁定功能都实现了，再也没人能逃废了。搞定场地，梁博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网吧管理系统的主体框架已经完成。陈浩看着那个简陋的软件，脑海里却浮现出另一个名字——马全，一个前世国内安全圈传说级的鬼才。他开发的魅影穿透工具是所有黑客的入门必备，可惜他性格孤僻，错过了互联网创业的黄金10年，最后郁郁不得志。而现在，这个未来的大神应该还在某个3流的职业学院里为下一顿饭发愁。梁博干得不错，我出去一趟，给你找个帮手。陈浩让赵刚开车直奔马全所在的燕京信息工程学院。这地方说好听点是学院，其实就是个3流的大专。门吱呀一声被拉开一条缝。谁呀？烦不烦？你们找谁？我找马全。我就是。你们是警察？你的魅影 2.0 测试版有个后门。陈浩笑了笑，从兜里掏出一张软盘。对付这种技术宅，得用他们的语言。这一句话比任何枪炮都有威力。后门2个字像一道惊雷劈在了马全的脑门上，他一把抢过管盘，冲回屋里，又猛地拉开门。不可能，我明明做了16层加密。几分钟后，键盘声戛然而止，马全瘫坐在椅子上，脸色煞白，额头上全是冷汗。你的加密算法没问题，但你忽略了编译器本身的漏洞。陈浩走到他身后，指着屏幕上的一段代码，声音不大，却字字诛心。陈浩详细说出了那个只有12字符远程指令。你到底是谁？马全猛地回过头，像看怪物一样看着陈浩。你很有天赋，但现在做的这些只是小孩子的玩具。改变世界，我连下个月的饭钱都不知道在哪。这是1万块，你每个月的薪水。马全看着那叠钱愣住了，但他没有去拿。我凭什么信你？就凭我知道你的梦想，你想做的不是一个黑客工具，而是一个属于我们龙国人自己的操作系统，对吗？这句话彻底击溃了马全最后一道心理防线。跟我走，我给你不设上限的研发经费，给你一个实现你所有狂妄想法的舞台。老板，马全站起身，看着陈浩，声音沙哑却无比坚定。他对着陈浩深深地鞠了一躬，又一员猛将归位。陈浩，我们能聊聊吗？不能。收服了马全，陈浩心情大好。回到学校，却在路上碰到了一个最不想见到的人。陈浩绕过他就要走，他却一把拉住了陈浩的胳膊。陈浩，我知道错了。我听说你现在开了公司，做得很好。陈浩看着他这副熟悉的嘴脸，只觉得恶心。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他闻到钱味又凑过来了。回不去了。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收起你那套绿茶把戏，我不是以前那个傻子了。陈浩懒得再跟他废话，转身就走。没想到他竟然追到了教室，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开始他的表演。就是陈浩，你怎么能这样呢？陈浩走到讲台上，全班瞬间安静了下来。陈浩从书包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讲台上，正是那盒美宝蓝。你不是说我送的礼物廉价拿不出手吗？现在我还给你，拿着它，然后滚出我的世界，永远。林小雅的哭声戛然而止，脸涨成了猪肝色。说完，陈浩不再看他一眼，径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对过去的最后一丝留恋，也随着这场闹剧彻底烟消云散。接下来，浩哥牛逼，是属于陈浩的时代。1个月后，丽华厂的科研楼外墙被清洗一新，挂上了巨大的招牌，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海淀区信息化普及示范基地。炎黄网络世界的开业是我区信息化。闪光灯亮成一片，这一刻，陈浩不再是需要仰仗别人的穷学生，而是真正能和区领导平起平坐的陈总。陈浩和任荣发一同拿起金剪刀，剪到了中间的红口，彩带飘落，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炎黄网络世界开张了！我宣布，炎黄网络世界正式开业。大门敞开，第一批顾客涌了进来，其中就有闻讯赶来看笑话的林小雅和赵倩。但当他们走进大门，脸上的嘲讽瞬间凝固，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根本不是想象中乌烟瘴气的黑网吧，而是比5星级酒店还豪华的科技棚。这是网吧？我操，浩哥牛逼，全都是液晶屏啊！而林小雅的目光却死死地锁定在了大厅中央。任区长，您看，未来这里将打造成整个南云城最繁华的商业中心。那一刻，林小雅终于明白了，她究竟错过了什么。她曾经唾手可得的，是一个她如今连仰望资格都没有的男人。悔恨像毒蛇一样啃残着她的心脏，但对陈浩来说，他早已是无关紧要的路人。现在的我，只为自己而活。陈浩的征途是星辰大海。陈司长，欢迎莅临指导工作。时间回到1个月前搞定区里的支持后，陈浩将目标锁定在了市府企业丽华无线电仪器厂。一听说部里扶持的项目要来，厂长孙建国立刻把全厂上下折腾得鸡飞狗跳。在假模假样一样的参观了一圈后，众人回到了会议室。陈浩放下茶杯，开门见山：孙厂长，我看中了那栋科研楼，我不租，我要买。买？陈总，您说的是买断产权？我按市场这字，一次性买断产权，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几百万的现金，这对快揭不开锅的丽华厂来说，不亚于救命稻草。孙厂长激动得满脸通红，但又担心集团那边不同意，劳费。任区长已经表态了，这笔钱能解决你多少订房问题？你们集团领导估计也巴不得。赵局长拍着孙厂长的肩膀，给他吃了定心丸。孙建国一咬牙，猛地一拍桌子：行，陈总这么有诚意，我老孙要是再推脱，就是不识抬举。
这事我干了。孙建国马不停蹄地赶到电客集团总部，找到了分管他的周副总，将陈浩的名片和京 A83这几个关键词一说，周副总的脸色瞬间变了，他立刻对天带着孙建国敲响了顶层一把手郑总的办公室。你说什么？京 A83，走，跟我去见郑总。这事儿原则上可行，但必须由屈国资牵头向市里打报告。郑总听完汇报，沉默了许久。是佩佩何妨？他想得更深，集团正准备上市，出售不良资产对财务报表大有好处。老狐狸把风险全推给了政府。不过楼卖了，钱不能全留在你们厂，集团要抽走30%。没意见，坚决服从安排。但他还有条件，搞定，拿钱开路，关系铺路，剩下的就是执行层面的问题。1周后，所有批审火速办结。陈浩一边让装修队进场，一边招来了财务主管苏静。接下来就是最大的一笔开销——电脑。通过赵局长介绍，陈浩见到了最大的装机商钱红岩。哟，赵局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陈总，这套配置市面价12000，我给您9800，发票嘛，咱们按12000开，剩下您懂。他以为陈浩是公家采购，上来就给陈浩一份天价配置单，还暗示陈浩拿回扣。陈浩看着他笑了。碰上陈浩这个从2024年回来的老姚，他还想玩这套。陈浩没看配置单，随手扔在桌上，从口袋里抽出一根白皮烟。钱总，你误会了，这是我的私营企业，钱是我自己出，我不要回扣，我要性价比。赛程533，微星815主板。陈浩一口气爆出了一套自己搭配的配置：小影霸 TNT2显卡，每个型号都精准卡在性能和成本的平衡点上。钱红岩知道今天碰上硬茬了，只要你的货和价格让我满意，我可以给你做一块铜牌。海地区信息化普及示范基地指定硬件供应商。打压过后，陈浩再抛出诱饵，钱红岩的眼睛瞬间亮了。他知道这块牌子的价值远比几万块的回扣要高得多。钱红岩连忙拿起计算器疯狂按动，手指都在发抖。搞定，用未来的价值换取现在的实惠，这才是降维打击。4650元，陈总，这绝对是跳楼价了，再低我就得赔本了。搞定所有硬件，陈浩立刻注册了运营公司矩阵科技。为了给即将开业的网吧铺平所有道路，陈浩设下了一场关键的酒局。部委的王启明、区里的赵局长，还有网安、消防、派出所、文旅局的一把手。今晚，陈浩要把所有婆婆都请到一桌。各位领导，今天能请到大家，我陈浩不胜荣幸。我先干为敬。酒过3巡，陈浩站起身，端起酒杯，开始了他真正的表演。各位领导，为了保证信息化普及示范基地的可持续发展，我想把1楼在空闲时间对外提供上网服务。简单说，就是通过网吧的经营收入来反哺孵化基地的运营成本。自我造血，在座的都是人精，谁听不懂这就是要开网吧？但陈浩把理由包装的无懈可击。这个思路是对的，部里的3产也是这么搞的。年轻人有想法，敢创新，值得鼓励。部委的王启明首先点头，有了他的表态，区里的几位自然没有二话。既然开门做生意，我肯定不能像外面那些黑网吧一样，我想办理全套证件，一个都不能少。咱们要做就做全京都最正规的标杆。得到认可后，陈浩抛出了最后的杀手锏。这话一出，几位主管领导都愣住了，他们从没见过主动要求被监管的老板。陈总，你这可是雪中送炭啊！正好我们要搞文明网吧示范点，你这个就是现成的样板。消防支队和文旅局的领导也纷纷表态，一路绿灯。一场酒局，陈浩不仅没花1分钱打点，反而让他们觉得陈浩是在帮他们完成 KPI。从今晚起，陈浩的网吧将拥有最坚硬的护身符，开业万事俱备。我操，这真的是网吧，这装修也太酷了，比酒店还豪华。你看传单，充500送300，充1000送800，这老板疯了吧？5月20日，陈浩的矩阵网吧正式开业。陈浩给这个日子赋予了一个后世才有的含义：我爱你。雷虎带着几个染灰黑发的保安，穿着秉挺的制服，用隔离带维持秩序，那股子凶悍的气势瞬间镇住了场面。上午9点20分，陈浩冲楼下的财务主管苏静点了点头，自动感应门缓缓划开。这空姐般的服务，让冲在最前面的学生们都懵了。欢迎光临矩阵。收银台前瞬间挤满了人，学生们疯狂地掏钱充值，红色的100元大钞像流水一样被塞进钱箱，收银机的叮叮声此起彼伏，响个不停。这就是疯狂的充值潮。苏静站在一旁，不停地指挥着收银员，脸上满是激动。不到10分钟，50台机器全部坐满。7号空调出动！流畅的网速，酷炫的环境，贴心的服务，让每个人都发出了满足的赞叹。陈浩站在4楼办公室的窗前，俯瞰着楼下的一切。陈浩知道，这种高端环境加上疯狂补贴的模式，对于2000年的网吧市场来说，就是一场降维打击。老板，开业2小时，会员充值金额已经突破3万了。照这个势头，今天破10万没问题。因为这只是开始。陈浩的手机响起，是辅导员梁博，他负责的导航业也在疯狂地吸收着流量。一个属于我的流量帝国，从今天起正式起航。但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陈浩知道麻烦很快就要来了。夜幕降临，矩阵网吧门口的队伍反而越来越长，而300米外的飞翔网吧老板李彪，人称豹哥，正烦躁地把啤酒瓶砸在地上。豹哥，不好了，人都被那个叫矩阵的给吸走了，他们门口排的队都拐到3条街外了。豹哥，这日子真没法过了。那小子坏了行业规矩，充500送300，这不是明着抢钱吗？当晚，豹哥就召集了附近所有网吧的老板，在这家最偏僻的苍蝇馆子里密谋。我今天一天就收了18块钱，连电费都不够，再这样下去，不出10天，
我就得关门回老家。就是啊，矩阵网吧的降维打击日子没法过了，像一块巨石砸进了平静的池塘，让周边所有的低端网吧都陷入了灭顶之灾。硬的不行，来软的。他不是号称什么正规示范基地吗？正规军最怕什么？怕啥？有人提议找人砸店，但被豹哥否决了。他心里清楚，尤其是接纳整栋楼还能让区领导下站台的人，硬碰硬绝对讨不到好。一个阴毒的计划在缭绕的烟雾中慢慢成型。我要让他辛辛苦苦搭起来的台子一夜之间就塌掉了。在豹哥看来，这个计划天衣无缝，只要坐实了接纳未成人的罪名，陈浩的网吧不仅会被查封，那块示范基地的金字招牌也会变成最大的笑话。找几个上初中的生面孔，一人给50块，让他们去矩阵上网。等他们开机10分钟，咱们就轮流给执法队打电话举报。对，多打几个，打到他们不得不去为止。豹哥详细说出了计划的每一个步骤，确保万无一失。高，实在是高啊，豹哥！这一下那小只要执法大队一到，把他那儿封个10天半个月，名声一臭，生意自然就黄了。几支执法大队一到，在昏暗的灯光下冲到了一起，发出了沉闷的声响。一场针对陈浩的阴谋正式拉开帷幕。矩阵网吧客流量十分旺盛，生意格外红火。身处行业发展浪潮之中，我心中十分清楚，潜藏的未知隐患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角落机位前坐着几名年轻男子，举止散漫随性，反常的状态瞬间让我心生警惕，绝非寻常前来休闲的客人。虎子，往后店内只接待合规成年访客，门口增设值守，务必核验身份信息。老板，这样一来，客源应收会缩减不少。不必在意这点收益，咱们正规经营形式，绝非随性经营的小店。前去劝离不合格人员即可。收起闲杂举动，即刻起身离开。本店嗅觉不合规人员入内逗留。众人带着不满神色陆续离开门店。此事平息还未过半时辰，车辆车门顺势打开，几名身着工装服上的男子缓步走下，为首的周强神情至傲。此番一行人特意前来出面交涉。几位上网请排队。起开！文化执法队例行检查。我是本店负责人陈浩，几位前来可是有事商态。接到相关反馈，称店内经营存在不合规经营情况。既然有相关反馈，我们全力配合核查。只是正式核查前，请各位出示相关通行凭证。我这边做好来访信息登记留存。1周后，矩阵网吧2楼举行了盛大的揭牌仪式，背景板上京都信息化普及与产业孵化基地的大字格外醒目。而今天，文化执法大队也被要求到场维持秩序。周强把大檐帽压得极低，躲在会场最角落的柱子后面，心里7上8下。秦处长年轻有为啊，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郑总过誉了，我也是在任区长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当一行人从3楼休息室走下来时，周强透过人群的缝隙看到了那个让他毕生难忘的身影。周强感觉自己像个小丑，站在了寒风里。完了，这次是真的踢到钢板了。任局长、秦浩处长、电科集团郑总轮流上台致辞，对陈浩这个项目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轮到各位领导的致辞，下面有请项目负责人陈浩上台发言。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陈浩走上台，站在麦克风前，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发言结束，掌声立动。但仪式还没完，下面有请大学路派出所张所长和陈浩先生共同为警民共建信息化试验点揭牌。派出所张所长满面红光地走上台，和陈浩共同揭开了另一块牌子“警民共建”，这意味着这个地方以后就是派出所的重点保护对象。仪式结束，进入冷餐会环节。陈浩端着一杯果汁，径直走向了文化局的孙局长。关键的沟通现在才刚刚开始。老孙啊，这个信息化基地以后要多关心、多支持，这可是咱们区的重点项目。那是，任区长放心，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孙局太客气了，其实贵局的工作作风非常扎实。邢局长一听，喜上眉梢，但陈浩接下来的话却让他瞬间紧张。咱们基地较刚试营业第2天，贵局执法大队的同志就上门了，工作非常细致，把我们这50多个大学生的身份信息都逐一核对了一遍。这哪里是夸奖，这分明是当着顶头上司的面，把问题直接摆到了台面上。一个部里和区里重点扶持的孵化基地，刚开门就开展突击检查，这是服务企业还是给企业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当天带队的同志好像是叫周强。陈浩适时地补充了关键信息：你这次的工作严重失误，影响了重点项目的推进。从明天起，你调至档案室工作，认真反思。孙局长当即对相关责任人做出了处理决定。周强被严肃批评，当场宣布调至档案室工作。但这事儿没有就此结束。为了彻底规范行业秩序，文化执法部门决定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立即开展全区网吧行业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排查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等行为，全面规范市场秩序。我们是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依法对你场所进行检查，正在执行公务。当天晚上，一场全面规范的网吧行业专项整治行动席卷了大学路周边所有违规经营的网吧。陈浩没有亲自出面，就借助行业规范的力量，彻底瓦解了恶意竞争的联盟。接下来，陈浩要做的就是整合周边合规的网吧资源，打造更完善的信息化服务体系，扫清了所有恶意竞争，矩阵网吧成了大学路区域的标杆。哎呀，浩哥，您怎么亲自来了？陈浩立刻扩容100台机器，同时他把目光投向了比网吧本身更有价值的东西——互联网流量。钱总，跟你打听个事儿，做系统安装盘和软件合集的正规批发商，你熟吗？熟，太熟了。圈子里最大的2家就是老吴和老张，我这就叫他们过来。是我钱红岩。
你过来一趟。二位手里的盘一个月能出多少辆？我做预装常用软件的系统安装盘，一个月能走个2、3万张。我做正版软件合集，也差不多这个量。一个月合计第5万张。在这个宽带尚未普及的年代，系统安装盘就是最广泛的互联网入口。我有个合作，请二位在制作批量预装具象的时候，把 IE 浏览器的默认主页设置为这个网址。老吴和老张听得一愣一愣的，做了这么多年系统盘生意，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合作要求。陈总，这改倒是能改，就是批量调整镜像稍微麻烦点。一个系统版本的预装镜像，我给5000块，5000块！老吴和老张的眼睛瞬间瞪圆了。他们做一张盘才赚几毛钱，调整一次镜像半小时的事儿，居然能赚这么多，这是定金。Win98、Win2000，只要是出货量大的系统版本，我都合作。陈浩用区几万块钱，就通过合法合作的方式，锁定了未来几个月整个京都地区数以10万计新装机电脑的流量入口。陈总，您放心，下一批压出来的盘，保证全是您的主页。我这边也一样，所有软件合集里也加上您的网址，快捷复制，流量到手。矩阵网吧的日流水稳定在10万左右，会员预存与周边销售持续增长，公司现金流健康充裕。与此同时 ，QA123导航的后台访问数据也在呈指数级疯涨。就在陈浩思考如何将流量变现时，瓶装饮料毛利太低，一杯柠檬水成本不到2毛，售价2块，这才是真正的高毛利赛道。2000年的京都还没有普及连锁茶品店，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白，但核心配方是行业机密。陈浩立刻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直接拨通了国资局赵局长的电话。赵局长在电话那头大为赞赏，立刻帮他约了统战部吴主任和台商联谊会会长黄永发。我打算在信息化基地搞个餐饮配套，以台湾地区的奶茶技术与供应链，不如优先对接区里的台资企业，为促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出一份力嘛。香格里达饭店的顶级包厢里，黄先生，我有一个想法。陈浩舌战群儒，以批量采购换核心技术的共赢模式，成功说服了台商联谊会会长黄永发。从最初的顾虑重重，逐渐变得喜笑颜开，频频点头。两人端起酒杯，轻轻碰在一起，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搞定供应链后，陈浩立刻让黄永发的资深老师傅把所有配方和制作流程全部量化，做成了可复制的标准作业提示。最后，陈浩拿出一张白纸，准备为他的茶饮帝国画上图腾。陈总，这个形象是不是太简单了点儿？简单才好记，给他加个头戴式耳机，再画个冰激凌权杖，披上红色斗篷，名字就叫雪乐多。老板，冰激凌1块钱，这连原料和人工成本都不够啊！苏姐，账不是这么算的，按我们标准化的配方，毛利依然在50%以上。我要的不是这1块钱的利润，是让雪乐多这3个字去为您做同较劲的杯子和招牌。同时，他定下了足以颠覆整个市场认知的定价策略。3天后，矩阵网吧1楼红白配色的雪乐多水吧正式开业，一块巨大的价格牌被掀开，冰激凌1元，柠檬水2元，奶茶3元。门口排队上网的学生们瞬间骚动，议论纷纷。但没人敢第一个尝试。就在这时，一个戴眼镜的男生鼓起勇气，递出了一张皱巴巴的1块钱。同学，你的冰淇淋。我操，巨好吃，比麦当劳试探性的舔了一口，下一秒眼睛猛地瞪圆了，这一嗓子就像点燃了火药桶。原本还在观望的学生们瞬间炸了。给我来一个冰激凌，我要2杯柠檬水，3杯奶茶打包。稍等一下，刘兰辛苦了。口碑像病毒一样在校园里蔓延，很多不上网的学生特意跑来买饮料，买完后又被网吧的环境吸引，顺便开了张汇款卡，完美的流量闭环就此形成。老板，今天水吧开业12小时，净利润3100块。苏静拿着号表，声音都在发抖。一天3100，这个数字让旁边的赵刚和雷虎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干得不错，继续努力。水吧的模式已经跑通，是时候开始扩张了。老板，咱们再开个10家8家，那钱不就跟印出来的一样？水吧的成功让陈浩彻底打通了网吧加奶茶的流量闭环，但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此。没那么简单，我得到可靠消息，国家很快就会出台文件，全面停止审批新的网吧营业执照。这话一出，屋里的兴奋气氛瞬间凝固。这是最后的机会，我们必须在闸门落下之前抢到尽可能多的传票。接下来的1个月，我要在京都的5大高校周边，在此侧等倒下3万人烟。陈浩指着地图上用红笔圈出的5个区域，再开出5家这样的直营店。命令下达，整个团队像一台精密的机器，高速运转起来。赵刚和王军开着奥迪 A6，穿梭在各个大学周边的胡同小巷。京都大学，一口价28万，产权转让，现金全款。成，现在就去办手续。国民大学东门一个300平的地下台球厅
28万全款拿下。京都师范大学南门一个450平的临街商铺，房东原本急着移民，咬4 70万，60万，现在就去房管局过户。看着那一捆捆100元大钞，房东的坚持瞬间瓦解。理工大学西门店23万拿下，政法大学、邮电大学沿街底藏被迅速拿下。2周时间，5处物业，总支出194万。这不仅是房子，更是未来20年京都房价暴涨的入场券，是陈浩商业帝国的坚实基石。拿下物业只是第一步，装修、招聘、培训、采购，结构5家店同时开工，整个公司忙得脚不沾地。陈浩没有搞花里胡哨的设计，直接复制总店的标准化工业风。但最难的还是各类经营许可证。赵刚像个陀螺一样，在各个单位之间连轴转。老板，出事了！上面马上下红头文件，全面停止审批新的网吧营业照。就在这时，那个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勒斯之剑终于要落下了。苏静急匆匆地冲进办公室，苏静的话让办公室的空气都凝固了。他知道，如果执照卡住，前期投入的几百万就可能打水漂。但陈浩的眼神里没有一丝犹豫，不能停，不仅不能停，还要加速。可是万一……没有万一，这次的文件不是死刑判决书，而是我们的护城河。只要我们在闸门落下之前冲进去，这片市场就是我们的。陈浩拿起手机，直接拨通了赵刚的号码。文件马上要下来了，还有几个证没到手，就差消防验收合格证。国民大学那个店的消防通道差了20公分，卡住了。不管花多少钱，不管找谁，我给你3天时间。周5之前，5家店的所有证照必须全部搞定。电话那头沉默了1秒，随即传来赵刚咬着牙的声音：“能，老板您放心，我就算是住在局长家门口，也把这章给您盖回来。”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赢了，他将垄断整个京都高校的网吧市场；输了，就是几百万打了水漂。陈浩赌，他能赢。赵刚立下了军令状，为了那张消防合可证，他连夜找人多方协调，最后得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整改，跟时间赛跑，没空废话。消防通道不够宽，那就连夜把墙砸了。老板，5家店，所有证照齐全。看着他熬红的双眼，陈浩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赶在周5下午拿到全套证件，这是团队硬实力的体现。陈浩走到网吧玻璃门前，看着上面用加粗黑体打印的“未成年人禁止入内”8个大字，干得好！今晚装机，明早开战。别睡了，赛程2代，128节内存，去晚了没机子。周日6月11日，5家分店同时开业，没有鞭炮，没有舞狮，只有10万张铺天盖地的传单和那句直击人心的口号：冰淇淋1元。水吧强劲的冷气从店内吹出，与门外的热浪形成鲜明对比。买了饮料的学生一看到里面崭新的电脑和舒适的皮椅，脚就挪不动了。流量闭环完美扣合。夜晚，办公室里灯火通明，苏静拿着汇总报表，脸色涨红，双手激动的发抖。他深吸一口气，报出了那个惊人数字。老板，加上总店，6家店今天的总流水突破了40万。一天40万，在这个人均月工资不到1000的年代，这简直就是商业奇迹。但陈浩知道，狂欢只是暂时的，真正的风暴即将来临。开业第2天，一份44号铜头文件由7部委联合签发，正式下达，全国范围内全面停止审批新增网吧营业执照。陈浩的手机响起，是文化局孙局长打来的提醒电话。陈总，文件看到了吧？明天联合执法队就要开展专项检查，海淀区是重中之重。孙局放心，举镇所有门店绝不让一个未成年人进店。挂断电话，陈浩立刻冲出办公室，直奔最近的国民大学店。我花钱雇你是让你执行规定的，这上面写的什么？念：未成年人禁止入内。从现在开始，所有门店进店必须查验有效身份证件，任何人没有证件都不得入内。看着部分客人被拦在门外，店长们虽然心疼，但没人敢违抗。第2天上午，联合执法队正式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一场席卷整个行业的大清洗拉开了序幕。陈浩坐在国民大学店的窗边，静静地看着窗外这一幕。随后，执法队长带队走进了他的店。1个、2个、50个，没有一个未成年。登记簿上每一个机号都对应着详实的身份信息。1周后，海滨区的网吧行业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洗牌，而陈浩的6家居镇网吧因为手续齐全、经营规范，成了最大的赢家。
陈浩的对公账户余额在1个月内突破了600万，但他的目标从来不是做一个简单的网吧老板，他要成为行业规则的制定者。洋洋洒洒5000字的方案，全用规范的官方作词。第二天，陈浩带着方案走进了文化局局长的办公室。行业自律，协会监管，陈总，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这分明就是搞行政管理的一把好手。我这也是为了行业能健康发展，毕竟一颗老鼠屎能坏了一锅粥。规范经营对大家都好。孙局长一眼就看懂了方案背后的价值。别的区还在靠罚款和停业诊断被动管理，海淀区如果率先成立行业协会，实现行业自治，这就是实打实的创新政绩。孙局长当即拍板，召集局班子开会。陈浩的汇报滴水不漏，得到了所有领导的一致认可。陈总的网吧是全区的标杆，由他来牵头筹备这个行业协会，我非常放心。铁林，你等一下，有个事儿跟你说。孙局，您吩咐。会后，孙局长单独留下了执法大队的队长赵铁林。你回去之后，挑50家规模最大、经营相对规范的网吧，挨个通知他们的老板，下周开行业规范座谈会，告诉他们这是局里统一组织的重要会议，请务必准时参加，关系到后续行业管理政策的落实。明白，我马上就去办，为行业协会的公信力奠定坚实基础。接下来的2天，海淀区的网吧老板们陷入了集体的不安。一场由陈浩主导的行业座谈会即将召开，所有从业者都明白，这次会议将决定海淀区网吧行业未来的格局。